包容我的这些小问题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林，22岁，来自广东学生，来有请小林，有请。女嘉宾小新，22岁，来自广东学生，来有请小新，有请，来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同学吗？是的。是的。高中同学。高中同学啊？现在还是同学吗？不在同一所大学。我们从高中就开始认识了啊，大家都非常喜欢打排球。哦。一起出去训练，一起比赛，就相对其他同学来说，我们的感情还是比较友好的。感情是友好的，他这个用词用的啊，就是比其他同学稍微近一些，对吧？对，因为有共同的爱好，更加亲近，因为我们还是同桌嘛。啊，对，上了大学之后，我们就开始了新一段的感情啊，到现在已经有3、4年了吧。好，今天是谁要来的呀？是我。来干嘛呀？解决一下我们的这些矛盾。哦，解决哪些矛盾呢？我们认识了也大概有6年了吧。然后他还是像一个小孩子一样，一点都不成熟。刚上大学，他说要骑这个公路自行车，一开始我也很反对的，因为在这个公路自行车上面花费的金钱实在是太多了。然后后来我想了想，这是他自己的梦想嘛，就让他自己去追。后来我也没有反对了，但是后来我觉得他越来越过分了。他每天晚上骑这个公路自行车，越骑越晚，有时候甚至1、2点钟才回到学校。本来我们2个就不在同一个大学上面上课了，我每天晚上等不到他到宿舍，我就睡不着。那我白天得学习，只有晚上才能干自己想干的事啊。我白天也得学习啊，我也是晚上才有时间去做自己的事情。可是我有没有说是弄到那么晚才回来呢？那我也有尽量多的把时间抽出来陪你啊，我也在微信上找你，我也有给你打电话，给你问好啊。可是我觉得你对这个自行车的时间比对我的时间还要长呀。女生是觉得说男生的兴趣爱好，大于他对你的爱，是吗？对，他就是骑这个自行车也是不安全的呀，他那么晚回来。他有一次我陪他去参加那个比赛，他前3圈还在的，第4圈就人不见了。然后后来我就着急啊，然后听裁判讲说，哦，有人出事了，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他，那我只能在终点等啊，等了他半个小时。虽然结果说是别人把他的车子给撞坏，他没有办法继续再参赛了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件事情，他还那么晚回来。可是运动有危险有风险是很正常的，男生有1、2个爱好也很正常呀。那就不用管我了吗？我也没说不管你啊，我肯定会对自己负责，会对你负责，会对家人负责嘛。我都20岁出头了。我就不是在第一位，我觉得。除了这个呢，还有别的吗？平时我会做一些兼职嘛，一开始上大学也带他一起去做了，然后我后来发现他也不是很愿意去做。其实我是想让他拓展一下他这个人际关系圈，去锻炼一下他的交际能力。他每次都是很被动的，都是我让他去做他才去做的。他白天就1、2节课，他练体育的嘛，白天就1、2节课，本来就很空了。他晚上还要去骑这个自行车，平时那么多时间也不说去做一点小兼职。我不在乎这个钱，我只是想你认识多点这个社会，对你以后出去工作有帮助。可是你让我去做，我也去做了呀，我也有自己去找工作去做啊，我也没说不去做啊。可是精力更应该放在学习上嘛。做太多的兼职，其实就是在浪费时间，我觉得。我也没有让你天天去做啊，我只是让你在这个空闲的时间找一点点的时间去做而已啊。我问一句啊，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啊？恋人。确定吗？确定。非常确定，你们俩是恋人关系。对。我特别觉得像一个公司人力资源的管理的跟下面的员工说，哎，你最近工作不对啊，你很多心思你分配在了骑自行车上，光骑自行车就算了。你还干其他的事情，公司要求的你们是多挣钱，你怎么在那儿多看书呢？所以我很奇怪，你确定你们俩是恋人关系吗？对啊。确定今天咱们是来谈感情的吗？对啊。确定啊。我就是这些矛盾解决不了。还有别的呢？
他总是做事情都很不上心啊。不上心。对啊，有一次我们俩都很喜欢打排球嘛，然后有一次全国排球联赛，精英赛来的，我让他去报名，他一直拖了1个星期，我不问他，他还真把这事给忘记了。你们俩打什么排球？排球不得有一个队吗？有，就是那个是混打的，就3男3女混打的那种排球比赛。然后呢？我让他去报名，然后他就忘了，我不提醒他，1个星期了，已经过了1个星期了这件事情。可是我已经报上名了呀，只是在截止日期之前他已经满人了，也不能怪我呀。你已经打了6年的排球，你也知道，报名这样东西是有名额限制的，谁先去报就谁先得。你就足足浪费了1个星期，我那么辛苦的把人给凑齐了，5湖4海的凑齐了。5湖4海。你每次做事都是那么邋遢，就不上心。我也是希望你以后出去工作能做好一点啊，也希望你在以后的工作岗位上，老板会赏识你啊。如果我作为一个上司，我的下属吩咐了一件事情给你这样子做，1个星期了，拖了1个星期你才去处理了。你看。他说了吧，我作为一个上司，我说如果假设我也是希望他。咱不假设了啊，还有别的吗，姑娘啊？有跟感情有关的吗？这个在我看来跟感情都没什么关系。有跟感情有关的，你跟我们说说啊，有吗？就是他想他以后如果我们要结婚买房子了，跟他父母一起住啊，然后我就不想跟他父母一起住。你们是打算结婚了吗？想到以后嘛。我们已经差不多，家长都见过了。家长都见过了。对，双方都同意啊。然后呢？就是他这个买房子的事，他跟我吵。说怎么了吧？就是我有一个哥哥嘛，但是我爸爸就比较亲我这个弟弟，所以如果以后出来买房子结婚的话，我爸爸肯定是跟我一起住的。那就住呗。可是他爸爸吸烟呢，我闻到这烟味就难受。我去他家吃饭，想陪他们父母一起去看这个电视。他爸爸一吸烟，我就真的是闻了很不舒服，因为我家里本来就不吸烟的嘛。他作为长辈，我也要去尊重他吧，对吧？他父亲看到我回避了，他就马上就躲得远远的去吸这个烟，我就觉得特不好意思的。那就算了吧，等你们俩什么时候有钱，什么时候买房呗。没钱的时候先租着嫁，行不行啊？就是不想跟他父母一起住。不是人家出钱买的房，还不跟人家住，凭什么呀？我可以以后赚到钱再买一个房子给他们呗。那就那什么呗，你们赚到了钱自己买个房，你们就完了嘛，对不对？先租着结婚嘛。如果非要结婚的话，着急结婚的话，那也得尊重他们老人家的意思啊。他都说了，他爸想跟他一起住，难不成我这个做媳妇的说，我不要跟你这样，我不要跟你一起住这样子。那不就一起住就好了吗？可是他吸烟啊，我真的是受不了。哎呀，你是把生活里面的所有路都堵死了，姑娘啊！你怎么想这事儿啊？我爸爸说他以后我结婚了，一起住了之后，然后我爸爸就会戒烟嘛。我觉得你爸爸已经吸烟30年，你让他一下子戒掉，我觉得这个可能性。哎呀，你们俩在所有问题上都不能达成共识和一致。在爱好上，现在男生更喜欢骑车，过去更喜欢排球，是吧？达成不了一致了，对吧？我也尊重他，也没有说是阻止他去骑这个自行车。我只是想他在这个时间方面调整一下，把多点时间留给我。你看现在我们都知道骑车特别花钱一辆公路赛好多钱，而且入了这个坑得不停的升级，对吧？从各种各样的装备，人的装备、车的装备、计时器的装备，各种装备还有保障，对吧？那很烧钱的。现在花的还是他爸的钱呢。对啊，所以我就不。这结婚以后可要花你们俩的钱，这怎么办呀？考虑第一个问题啊，我提出来了。第二个问题是，在很多认识上面有分歧。男生可能觉得我到了社会里面我要去摔打的，对吧？女生觉得现在就应该跟社会实践相结合，快速的长大，是这意思吧？也不算快速吧，让他有这个经验。还有这个经验，反正你喜欢指导他呗。你觉得他什么都不行？也不是。没你想的长远。我是想的长远。你看对不对？好，第二个又不一样了，所谓价值观又不一样了，对吧？最后如何处理跟未来父母的关系又没想清。你们家得买房，但买房又不能一起住，你提不出更好的建议来吗？你没有建设性的意见吗？什么事儿事事处处都不能打磨在一起，那不是就较劲吗？
当然这是我自己的说法，你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。来，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博宏兄啊，其实女朋友要比男朋友成熟很多，你似乎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感觉。也不是吧，也希望他能成才。你也明白，对，钢不是恨出来的，是练出来的。你要陪他一起成熟，一起成长，这才是对的。你这样的一种态度，他是接受不了的。男人有时候很要面子，被你训斥，被你责怪，他内心可能很不舒服。但是有一些他的责怪还是有道理的。一个男人，我们有自己的爱好，这非常好。有兴趣爱好可以陶冶情操，但是请注意年龄段。你现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段，我实话实说，还真的没有条件、没有资格随心所欲的去做自己这样爱好的事情。这就要掌握一个度，因为你还更需要解决生存问题、生活问题和成长问题。我记得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我非常喜欢钓鱼。那时候除了工作，我就喜欢钓鱼。后来我一个老同事和我说：“小鱼，你这个年龄，你还没有资格钓鱼。”我当时不理解，后来我悟出了他的这一句话，我把非常多的心思就用在工作上。我现在这样的年龄，我有资格钓鱼。为什么呢？我解决了很多问题，我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经济基础、社会能力，这个可能以后生活会慢慢的让你去理解我今天说的这一些话。好的，我就说这一些了。好，谢谢博宏兄。来，莎娜老师。从你们两个人发生，你觉得给你们的感情带来的是粘合剂，还是什么呢？我觉得如果现在不利于感情发展的一些问题，提早的提到现在去解决，反而是没有好处的。所以给你们的建议就是，踏踏实实的过好眼下的生活，快快乐乐的享受现在学生时代，轰轰烈烈的谈一场恋爱。未来的事情到了那个时间点，水到渠成，好吗？好，谢谢你们。好，谢谢莎娜老师。来，徐老师。其实你们两个人面临的问题很多，先不要去想今后两家人怎么相处，如何去处理得好，先把你们两个人现在的两个人的事儿处理好就好了。你是一个幼稚的大男孩，他又是一个望夫成龙的小妈妈，你渴望自由自在，他非要耳提面命，当然不舒服了。其实他说的所有的事情，其实你是有抗议的，因为你觉得现在就应该是学生，我有什么兴趣我就要去享受，我专注于学习就好了。而他觉得你应该现在要接触社会了，快毕业了，是吧？一定要先要把社交圈给建立起来，为今后的规划呢做一定的安排。两个人站在本人的位置上都是没有错，但错在女方太急了，想过早的成为一个贤内助。贤内助是难得，但这个尺度拿捏度很重要。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让他自由去发展，有些事情一定是要他自己认识到才是能够得到，你告诉他的他听不进去，因为他是一个男人，他今后要有自己的生活，而这样自己独立走的生活的男人才能给你真正一个安全幸福的未来。至于今后的家里人呢，我只跟你说一句话，你可以有自己的意愿，不愿意怎么样，但是要注意本分，因为那是你爱的人所爱的人，明白吗？所以说考虑清楚你们俩现在真正应该面临的问题是什么，去解决它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老师。来，胡老师。你的家庭条件是不是有点差异？对，是吧？所以每个人的性格形成都有他的原因。你咋哭了呢？你又觉得就是因为自己的家庭条件不好，所以我必须要早当家，我必须得看得远一点，我必须得为自己做主。但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吧，我常在想一个问题啊，谁有权利要求另一个人为他改变？其实在我看来，我们谁都没有资格要求另一个人改变。但是如果我有足够的力量，我会影响一个人。你可以影响他，但是你不能要求他。男生有一点啊，从容的面对责任，你可以从容，但是还得担责任。女生一定学会从容，从容了，爱情也舒服，你的人生也舒服。好了，你们自己去判断吧。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
知道我身上还有很多令人讨厌的坏毛病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帮我这个不成熟的小伙子，我也会更加努力的去改掉我的坏习惯。我真的不愿意放弃这段来之不易的感情。我希望我们有困难一起面对，有问题一起解决。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再一次尽到男朋友的责任，好吗？我也希望你能改掉你身上的坏毛病，以后能在社会上成为一个有用的人。好，时间到了哈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啊。请关门，开门。看看，还拿着个劲儿，哎呀！来，有请小花头，有请。谢谢啊！好了，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在爱里等着你，陪你疼惜有种暖意，在梦里全是你。来，亮灯吧啊！来，礼物送给你们啊！恭喜两位，请回吧，谢谢你们。